各位朋友来看一下，两根半截锯条把它合并在一起，有一个很大的妙用。今天视频呢，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它的使用方法。首先呢，先把这两条锯条呢，我们给它合并在一起，然后呢，在这个孔这儿先拧一个螺丝，给它先固定一下。这边拧好以后呢，然后呢，我们需要用个胶带，把靠前端这一端，我们给它用胶带先缠一下，给它先缠牢固。好，缠两圈就可以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两根锯条呢，长短不一样，我们先给它修复一下，给它先弄齐。接下来呢，就是先把这个螺丝再给它拆下来。现在呢，先不用这个螺丝了。好，然后还是这个胶带呢，也给它取下来。取下来以后呢，我们找个稍微长一点的螺丝，给它穿过来，然后呢，在这个中间放两个稍微大点的螺丝帽，不是稍大点的也行，也能用。然后把这个再装上，拧上这个螺丝帽，拧好以后给它拧紧。好，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这东西就制作好了。我们可以用它来修家里坏掉的 LED 灯。我们换灯珠的时候用上它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我们看，这样就可以直接把这个小灯珠捏下来，然后更换灯珠使用。然后呢，像家里的干活的时候，假如这空间比较小，也可以捏个螺丝，也是非常方便的，是吧？因为这个锯条刚性非常好，所以呢，用它制作镊子非常的实用。大家还有什么好用的建议，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家里的空调以后别再开26度了，以前呢我们都开错了。其实空调最省电的温度并不是26度，以前呢我们都在开26度，感觉26度非常的省电，也非常的凉快。我相信啊，大部分的朋友都是这样认为的。其实呢，并不是说我们把空调设置成26度，然后呢它吹出来的风就是26度。其实呢，无论是设置成20度或者是20多度，它吹出来的风温度啊都是一样的。设置的这个温度呢，是让室内可以达到的一个温度，而并不是说空调吹出来的温度。所以不管白天还是晚上，我们都开26度。其实呢，这个方法是错误的。今天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正确使用空调的方法。第一，空调不要时开时关。有的一些朋友为了省电，把空调打开以后，过1-2个小时，感觉室内的温度下降了，然后呢，他就把空调关了。等一段时间，室内的温度又升高了，然后呢，他又打开。其实这样操作不仅不会省电，反而会更加费电。它的原因呢，就是空调在刚开机的时候，它会以最快的速度来降低室内的温度，从而达到一个我们设定好的室内温度。在这个时间段呢，空调压缩机它会以最大的功率工作，所以我们在刚开机的时候，空调是最费电的。好不容易把室内的温度降下来了，我们又把它给关了。等一会儿室内的温度又升高了，然后呢又把空调打开了。这个时候空调的压缩机又会以最大的功率工作，所以呢这样频繁开关机是最费电的。其实呢每个空调厂家在出厂的时候就已经设定好了，我们打开空调以后调好温度，当室内的温度达到我们设定的温度以后，空调呢它的压缩机就会自动停机，或者呢是自动来降低压缩机的输出功率，这样呢就可以从而达到一个省电的作用。所以呢大家以后不要频繁的开关机。第二呢就是我们进入室内的时候，因为室内温度非常高，我们先把空调把它调到最低的温度，能调多低就把它调到多低。一般最低的温度呢都是16度，这就是最低了。
然后呢，我们把空调的出风量给它调到最大，然后呢，遥控器上如果有强劲模式，就把它打开强劲模式，然后把风向设置成让它上下吹风，不要设置左右吹风，这样呢就会快速的降低室内的温度。第三呢，就是我们买空调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上面这个标签，上面有标注的这个耗电等级，它这个级别呢分为1级、2级、3级，到5级。1级呢，它就是说明它这个耗电量是最低，然后这个5级呢耗电量是最高。我们尽量要选择1级或者2级的，这样呢是最省电。第四呢是最重要，我们设置空调的时候，最省电的温度呢并不是26度，而是27度。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把它调到27度，然后再打开睡眠模式。这个时候呢，室内的温度是非常适合人体，不冷也不热，非常适合睡眠，所以这样最省电，还特别舒适。我们在白天的时候把空调设置到22度，或者是设置更低的温度的时候，这样呢是最不合适的。因为夏天啊，室外的温度可能会达到38度、39度，甚至呢温度更高。我们室内的温度如果设置的太低以后呢，这样室内的温度和室外的温度相差就特别大，相差10好几度是吧？所以呢，当我们出去的时候，就会感觉室外的温度非常高，感觉非常的不适应。反过来，如果我们从室外进入室内以后，感觉这温度呢就突然降下来了，温差太大，因为外面天气非常热，容易出汗，汗毛孔都是张开的状态。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进入室内的时候，就对人体带来很大的危害。所以呢，白天开空调，等室内的温度降下来了以后，我们把它调成自动模式就可以了。记得收藏一下视频，方便以后还能观看，这样才是空调正确的使用方法。10元人民币大家都非常熟悉，并不陌生，是吧？在它的背面，其实这个图案里面还隐藏着另外一个。第3个 M 就是 ZQM， 这是一个人的名字，他叫做赵启明，他的拼音缩写。我们再看一下 ZQM 这3个字母比较明显。赵启明是我国著名的美术雕刻师，三峡图案是他花了3个月的时间精心雕刻而成的。国家为了纪念这位艺术家，所以把他名字就刻在这上面去了，因为他这个名字也可以作为是一个防伪的标志。大家如果对赵启明想有更多的了解的话，可以在网上搜一下他的资料来了解一下。好了，视频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再见。我们来看一下电线这个插头呢，从根部断掉了，有很多人呢就是直接把这个插头给扔掉了。其实呢，不要把它们扔掉，如果扔掉的话就有点太可惜了。我们呢也可以把它给接起来，接好以后呢，在使用的过程中也是非常的安全，也是非常的牢固。首先啊，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按照常规的接线方法呢，直接接是接不了的，因为它从根部断掉了，没有办法剥这个皮，所以说没有办法接。我们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其实呢可以给它做个外科手术，然后呢就可以把它给接好。接线的方法呢非常简单，首先呢我们需要用一个刀片或者是一个锯条之类的，给它做一个外科手术。然后呢我们在接线之前呢，首先看一下这个插头这一直呢是一个它是一个保护皮，保护这个电源线的。我们在给它操作之前呢，首先要看一下这边是一个扁的部分我们用个刀片或者是锯条，在这个扁的这部分呢，这边一部分给它先切割一下，然后呢还有这一面也一样给它切割一下。切割这个保护套的时候是有些重点的，一定要注意。我们先把它切开，切开之后呢，然后给大家来讲一下。切完这一面之后，然后呢还是一样就切另外一面，把它切到电线外皮的位置就可以了。
切完以后呢，把这个保护层呢给它这样分开掰开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内部的电源线了，是吧？然后呢，把这个电源线给它拨开。在这个重点呢，就是说啊，这两个这个保护层不要把它给剪掉。我们下一步呢还需要用它掰开之后，然后呢，我们现在接着就把这个电源线给它拨出来。然后呢，内部的两条线就拨好了。接下来呢，先给它拨出线头，拨成这样就可以了。然后呢，给另外这条线也是按照同样方法啊，就是给它先拨出内部的电线插头。拨好以后呢，我们这样呢就可以往上面来接线了。首先我们看啊，因为这边线头已经露出了，我们先给它接一条线。接好这条线以后，然后呢给它缠上绝缘胶带，做个保护。然后呢，接下来再接另外一条，接好也是一样，给它呢先缠上胶带，做个绝缘。这个胶带一定要把它缠好。然后呢，用绝缘胶带还是一样啊，把这个外边这个保护皮给它再缠一下，一定要把它缠紧。缠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啊，因为这一节呢已经变得非常细了，所以说我们在缠这个胶带的时候，在这一块呢一定要多给它缠点胶带，让它保护一下这个电源线。这样呢，在使用的过程中就会更加安全，也更加耐用了。这样接好以后呢，使用的过程中还是非常安全，也非常牢固的。大家如果还有更好用的方法，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平时我们用手电钻打孔的时候，真的没有想到加上一个小小的铁垫，居然还有这么好用的功能。你看，不管是这种不锈钢还是这么厚的槽钢，都可以很轻松的把它给打透。而且呢，一口气啊，就算打很多的孔，它也不会烧坏我们的钻头。你看一下，这是一个不锈钢，这个呢是槽钢，非常的厚，是吧？今天呢，给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打孔的方法，其实非常的好用。特别是这种不锈钢硬度非常高，我们用这种普通的钻头打孔的时候，往往呢很多人都是一个孔没有打透就把它烧坏了，其实是它的操作方法不对。跟大家分享一下啊，首先呢，我们就是用一个这样的铁垫，操作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个铁垫给它先放在需要打孔的这个物体上面，先给大家演示这个不锈钢，然后呢给大家再演示一下这个槽钢。我们把这个垫放在打孔的位置，然后呢用个胶带给它先固定一下。这个方法呢非常的实用，这是我从一个老师傅那儿学的。你看，用胶带这样给它粘一下，固定一下。我们看，就这样给它固定好了以后呢，接下来我们在打孔的时候呢，不能这样直接打，这样直接打的话是不行的。我们呢可以大家弄点这个废机油或者是缝机油都可以，在这个孔上给它注点机油，注点机油以后，然后呢我们再开始打，这样呢就可以很好的起到一个润滑的作用，也可以防止钻头时间长了后把它烧坏。我们再来看一下钻的效果，你看几下就打透了，是不是？速度非常的快，而且呢，你看我用这个钻头啊，就是普通的麻花钻头，很轻松把它打透了，是不是？速度非常快，而且钻头它也烧不坏。接下来呢，再给大家分享一下打这么厚的槽钢，看一下效果。其实啊，这个速度也是非常快的。我们把这个东西给它再先接下来，这个胶带呢，我们不需要再用新的，其实这个旧的就可以。我们来看，还是这样把它粘到需要打孔的物体上面，然后呢，给它滴点油。这个油啊，可以起到润滑，也可以起到一个加温的作用。还是这么小的钻头啊，打这么厚的槽钢，我们看一下这个速度。我们看这么厚的槽钢，一口气就把它打透了，是不是？你看透了是吧？怎么样呢？钻头呢一点问题也没有，是不是？这个方法非常好用啊。这个呢就是我们在打孔的时候用个铁垫就可以快速的打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拆一台这个车载加湿器，它这个问题是
没有湿气，可以正常开机。这儿没有湿气出来。这个加湿器中间这一块是太阳能板，这个也可以太阳能充电。这个好了，我们先把它拆开，先看一下，看看是什么问题。这个从外观上看是没有螺丝的，这个一个螺丝口也看不到。看不着的话，这个应该就是从中间这儿是抠开的，应该是卡扣，直接硬抠就可以了。我们拿个这个撬片，给它撬开。先从充电口这一块撬吧。好，这撬一圈，然后就撬开了。拆开后，我们看一下它这个结构，这一块是主板这一块，然后这个是电池，它以前那电池鼓包了，我给它换了一块这个三星手机电池。这个是按键板，就是这边这个按键板。这一块是太阳能充电板，就这个，没有电了可以用太阳能充电。然后这个是雾化片，起雾化作用的。这一次拆开以后，我发现它这块主板进水进得非常严重，好多件都腐蚀了。我用酒精给它处理完以后，给它抹上了这个白色的这个防水胶，这以后就不会再有问题了。然后我们给它试一下，看看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决。好，现在已经装好了。装好以后，我们就是从这儿，这是加水口，给它加点水。加完水后，用这盖子给它再扣上，试一下。开机。这次又拆开检查出来这个变压器这个角和这边一个角进水给腐蚀断了。然后我没有看到有雾气出来，应该这个主板还有问题，我们再检查一下，再试一下。然后我们再开机看一下，开机，行，现在已经有雾气出来了。好了，这个加湿器已经修好了，谢谢大家观看，再见。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修一台这个小茶壶，它这个茶壶毛病是有时候可以加热，有时候不能加热。客户说是有时候放在这上面。它不加热的时候，有时候这样动几下就可以加热了。这种故障，我们首先要检查一下这个壶后面这个底座，看这儿有没有坏，还有这边这个地方。我们先用弯表先量一下这个，我们要量这个角和这个角，这两个角是这个连发热盘的这两个角是。我们先测一下，没有反应。我们拆开检查一下，应该是底座坏了。这个拆开以后，我们发现这儿还有个温度保险，我们量一下这个保险，看坏不坏。这个保险没问题，那这个故障就是出现在这个底座上面。我们把这个底座拆下来看一下。这个拆开以后，我们发现这个角这儿烧糊了，然后烧的这个角也变形了，这儿。这种情况我们就给它换个这个耦合器。这个换了以后，然后壶那边那个上面也换一对儿。这个旧的已经拆来了，然后我们给它换个这个新的。这个东西一换就是一套。等我把这一套都给它装上。把这个换好以后，我们接下来就开始换这边这个。这边这个底座换好以后，我们把这些线还按照原来的位置插上就行了。然后这个上面也有标注，这个角标的是 D 线，我们这个接 D 线，然后这个是 L， 这个是 N， 这俩就是一个是火线，一个是零线。然后这两个角是那个传感器的线。把这个线都接好以后，我们就开始试一下，烧点水，看看能不能用。好了，现在这个茶壶已经修好了。
问题就是底座坏了。好了，本期视频谢谢大家观看，再见。家里的钢丝球用完以后呢，就不要再扔掉了。其实呢，它还有6大妙用，在我们生活当中啊，每一个都非常的好用。这一个视频啊，全都教会你。它的第一个妙用呢，就是我们用一个剪刀，先给它剪下来一小块，然后呢，用手给它揉一下。第一个妙用就是你看家里的遥控器上面用的5号电池，假如没有电了，我们也可以用这个7号的小电池来代替这个大电池。我们把钢丝球放在遥控器的弹簧这一边，然后呢，把小电池塞进去。我们来看，现在这个遥控器就可以正常使用了。它的第2大妙用呢，就是我们也可以用它来修家里坏掉的这个灯。你看打开开关它不亮。首先呢，我们把这个灯这一圈给它按一下，然后把壳给它抠掉。找到上面坏的灯珠颜色发黑的，就说明是这个小灯珠坏了。我们找个东西把这个上面这层黄的东西给它抠下来，用剪刀剪下来一小块钢丝球，然后呢把它粘到电工胶带上面，接下来把它粘在这个坏的灯珠上面，一定把它粘牢固了。粘好了以后，我们来看，接下来我们把它插在插排上面，我们看一个灯就修好了。钢丝球的第3个妙用就是家里的燃气灶打不着火了，或者是打着火以后呢，松手就灭。其实我们也可以用个钢丝球快速的把它给修好。打着火以后松手就灭，要看一下上面这火焰能不能烧到上面这感应针。如果烧不到感应针，需要把这个火帽拿下来，然后清理一下上面的火孔。如果烧到感应针了，还是松手就灭，那么就是这边的问题了。我们把这些先拿掉，接下来呢，就用钢丝球把上面这感应针给它擦一擦，磨一磨，把上面的氧化层给它打光掉。如果不把它处理以后，燃气灶就会出现打着火以后松手就灭。你来看，就是这么简单，这个灶就修好了。它的第4个妙用呢，就是我们找一个空的矿泉水瓶，然后呢用剪刀把它剪开上面这一部分。我们看，把它剪下来以后，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瓶盖上面给它再打2个孔，然后呢再把这个钢丝球中间弄一下，弄个孔出来，从这儿穿过来一条绳子，我们用这个绳子给它先系一下，系好了以后，然后呢我们把它弄到这个瓶这边，弄好以后，接下来把这2条线给它穿过来，穿好以后，然后呢把这个瓶盖给它拧紧，接下来这边呢给它再系一下。这样呢，一个刷锅神器就制作好了。无论是用它刷锅刷碗都非常的好用，再也不怕把手给弄脏了，是不是？而且呢，用完了以后，这边也可以挂起来淋水，非常的好用。它的第5大妙用呢，就是我们把这钢丝球先给它分开一点，用不了这么多，大概我们剪下来一个1/2就行。我们然后呢找一个铁丝，也是从这个中间位置这样给它穿过来，然后呢用铁丝给它绑起来。我们来看，这样绑好了以后，像家里的洗菜盆、洗脸盆，或者是家里卫生间里边的滴漏，我们可以把这个给它塞进去，然后呢这边给它绑在上面这个过滤网上面。这样呢，在使用的时候里边如果有脏东西了，这样一提就会把上面的脏东西全部都给它带出来。它的第6大妙用呢，就是我们使用的这个电烙铁时间长了以后不粘锡，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这个钢丝球给烙铁头打磨一下。这样呢，电烙铁以后每次使用的时候都非常的好用。朋友们，大家好，现在。
大家好，今天我们拆一个这个双缸洗衣机的甩干电机。这个电机是个铜包的，里边是铜线。我们今天给它拆开，看一下里边这个铜到底能拆出来多少。这种铜的电机收废品呢，他说给我8块钱，我感觉不合适，先拆开吧，拆开看一下铜到底能值多少钱。这儿有4条螺丝，把这4条螺丝都卸下来。我们用这个切割机把这个都给它切下来。然后这一半我们再用这个改锥把它都撬下来。好了，现在这个铜已经都拆下来了，把这个线给它剪断。好，我们现在给它称一下，看到底有多重。好，现在已经归零了，我们称一下，放上，看一下，0.42，这是8两4是吧？8两4。现在这个废铜是20块钱1斤，这个就按8两算的话，这个就可以卖16块钱，然后这个可以卖1块钱，加起来就17块钱，感觉还是自己拆的卖的话比较合算。好了，视频到这里了，喜欢的朋友点关注，再见。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经常用的这些18650电池，像这些听唱机、充电宝用的都是这种18650电池。像这个电池就是一般的，假如我们这些设备长期不使用，有可能它这个电池它就会亏电，就是电量特别低的情况下，就是把电池给饿死了。饿死以后呢，然后我们再拿充电器给它充电的时候，它就充不上去了。这2块18650电池，我就是从充电宝里面拆来的，它的情况就是不能充电了。量一下看它有多少电，0.52，然后再量一下这一块，这是0.41，这2个电池都严重的没电了。现在需要用这个电源给这个电池强制充电，然后这个电源这个给它调到最低先，然后就是这个黑色负极加在这个电池的负极，然后这个正极给它加在这个电池的正极，这是0.5伏。然后我们慢慢的旋转这个，给它增大电压，看这边这个电压，给它调到5伏。这个强制充电过程大概需要10分钟。好了，时间到了，我们把这个调压这个给它关掉。关了以后，看这个3.3伏，这个3.3伏就是这个电池的电压。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有多少，3.2，它一直在降。我们看一下这个没激活这个，看它这个电压是多少。这个没有电那个，这个电池一般最好给它强制充电，充到3.5伏以上，这样的话一般相充都能充。有的相充低于3.5伏以后，它就给它充不了电。我以前修手机的时候，就经常用这个电源给手机电池强制充电。我们现在拿个充电器给这个电池充下电，看看能不能充了。好，现在这个已经可以充电了。现在好了，视频就到这里了，喜欢的朋友点关注，再见。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修一台电磁炉，我们看一下这是什么牌子的。这个品牌以前没见过。这台电磁炉的问题是客户说是不通电，我已经拆开了。
拆开后我发现这个电头是进水的，然后这个主板上面原先也好多水印，我都给它已经清理干净了。这个主板，我发现它这个保险已经烧了，然后这个 IGBT 和这个整流圈它都烧坏了。烧坏以后，我们把这些都给它换上了。换上以后，然后试机，它是通电了，通电正常，然后就是不加热。然后我又检查了下这个主板，没有发现哪儿有问题。这个现在这个不好检查了，可能要检查出来还得需要浪费时间，因为维修好这个我跟客户沟通是修好50块钱。像这种故障不好检查的情况，我们就尽量就不给他修了，然后我给客户再给他沟通一下，看能不能把这个板子换掉，就是换个套板。就是他这些板子都不用了，换个新的，看客户同意不？如果同意的情况下，我再给他换板；如果不同意的情况下，就放弃了，因为这个浪费的时间太长，一共50块钱，和这个收入不成正比。现在就是该放弃就放弃吧，现在维修行业也不好做了。好了，这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聊一会儿贴片电阻。电路板上面像这种贴片电阻是非常多的，也比较常见。贴片电阻它的编号有3位数的，也有4位数的。今天我们不聊它们，今天我们主要就聊一下这个1位数的，像这种贴片电阻，这个也比较常见。这个就是1位数，它是一个0，它这个0的意思是它这个阻值是0欧姆。意思就是它没有阻值。这块板子上有好几个0欧姆的，看一下这些都是。它既然是0欧姆，它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一块？它为什么会设计这个0欧姆的电阻？仔细观察以后，我们就会发现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所有的这些电阻下面中间它都有一条线，都有线。这个电阻它起的作用就相当于它在这儿就相当于一个桥梁，从这儿跨过来的。如果没有这个电阻的情况下，它这条线从这儿想走到这边来，它是不可能过来的啊。因为这个主板，因为这个电源板它是个单层板的，所以想要从这边引到这边来，它就加一个这个0欧姆电阻，它就相当于是个跳线，它有个跳线的作用。然后它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它相当于是一个熔断丝。如果在这条线上面它电流比较大的情况下，它有可能就会把这个给烧断。我们在维修的过程中，如果发现这个烧坏了，然后我们就需要检查这一路，看看有没有别的坏的元器件。都修好的情况下，如果手头没有这个0欧姆电阻，我们可以直接连一条线，直接给它连过来。这样也可以应急使用。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还是找一个0欧姆的电阻给它装上。0欧姆电阻，我个人认为它就这2种作用，一个就是熔断丝的作用，另外一个就是跳线的作用。朋友们如果还有别的看法的话，可以在屏幕下方留言。我们下期再见。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聊一下主板上面的一个电子元件。这是一个电视机的主板，这种小元件用的比较多，在电脑主板上用的也特别多。我们看一下，它是有8个角，它不是什么芯片，它是一个电阻，这个贴片电阻，它叫做排阻。这一个电阻就相当于4个电阻在这儿排列了4个8个角，然后上面一个角和下边一个角相对应的，这是一个电阻，然后上面第2个和下边第2个，这是第2个电阻，以此类推，这是3个、4个。它的测量方法和这种单独的电阻测量方法是一样的。然后它的上面的这个编号代码和这个单独的也是一样的。我们看一下这个是330，这就是一个33欧的，这个0不用管它，看前面2位数字。测量方法
这样一组一组的测量。对，就这样测量。如果发现哪一组组织不对，就把这个整个换掉，这是个一体的。这种排组大部分用在这种像这些数据主板上面，比如是电视机主板或者是电脑主板，一般这一方面用的比较多。它在电源上面一般用的太少，我没有见过。这个排组在更换的时候，我们选一个和它组织是一样的，大小一样，然后它的外观最好还是一样的，不要比它小了，小的话可能会不太耐用。好了，今天这个排组就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